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9号星期日，周末啊，看这大雨，跑在新斋桥的商业区。今天是第一个训练日，一般前2个训练日碰到下雨，是会比不下雨难一些，因为跑得长嘛。但是也没关系，这种事儿就是既来之则安之。但是今天雨真的不小，现在比刚才小多了。今天就不往南那边去绕了，因为城市里边的路终究不如公园里平坦，直接去大阪城。今天大阪城的小伙伴们是一个5点半集合的，就几个人的12公里左右的4分30的训练。给你上一些图片，大家看。这么早还有乐队，这就是我说的周末清晨的这边，现在好早呢，都是刚玩完一宿的人。昨天白天跟家属去了YTV 的那个楼，里面有好多隐藏的小彩蛋，还有那个小黑人范泽先生就在大楼正面一个玻璃的特别角落，然后还贴了好多小贴画。走之前一抬头发现2楼的还有一个准备要跳下来的怪盗基德，挺有意思啊。有的时候发现身边的事儿都是怎么说呢？你不是1、2次就能发现的。所以我喜欢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方去玩，我都去好几次。而且我不怎么逛景点，我就在大街上溜达或者咖啡厅。这边这个底下商业街有一家寿司特别好吃。过2个月有小伙伴来这边玩，到时候是好些年没见的朋友了，到时候带他们来吃。那天去先探访了一下，现在还在探访比较本土的烧鸟店，就不太喜欢带人家去游客店。不知道有没有在这边生活的小伙伴有推荐啊？回头问问老哥，老哥出差应该回来了。雨中的街道还是不一样哈。你看这家店都是在吃的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夏季这种雨天。现在雨比刚才小多了，舒服多了。我们直接去公园，好多警察哈，可能是有治安事件。行，那咱一会儿再聊啊。这儿就已经是，你们看那就是唐吉诃德那个摩天轮。行，那咱就一会儿再聊，加油干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雨小多了啊，已经跑了7公里多。今天要在大阪城那条折返的路上折返3次，距离就够了。这边天气跟北京真的很不一样，有点南方的那种感觉。我这2天老看小伙伴说视频不清楚，但是其实实话实说，我是个眼睛挺毒的人，挺挑剔的人。我在本地看不出区别，但是我发现一个情况，就是视频第1天发出去，在 B 站现在它的分辨率写的是 1080P 60 FPS， 到第2天就会变成 4K， 但是其实我传的视频都是 1080P 的。就是 YouTube 其实也有这个问题，但是会快一些，就是它
会保证你先放出来，但是是一个很不清楚的版本，然后他在后台再转码。我不知道是谁的策略，小伙伴们有懂的可以关注帮帮我，因为这两代相机传感器应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我也尝试了一些做法，就是现在我用的是 1080P 的分辨率拍摄，就跟保持跟二代一样的设置，而没有用1440的拍摄。那剩下的应该都是软件问题。哦对，又改了一下这个手柄，你看，这是一个 3D 打印的，我自己画的。然后这儿有一个1/4粗度的这个螺丝给它固定住，这个就这样拿，还行哈。打算自己画一个2代那种自拍杆，就那个能折叠的。不知道官方什么时候给这个小拇指相机的 3D 的图。2代的时候官方是有的，现在只有一些社区别人画的都付费的，回去我看看。其实雨天跑步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。我一开始雨天也是不跑步的，后来开始训练以后，雨天就跑步了。我第一次雨天跑步的时候很不适应，特别闹心，因为我是个挺完美主义者，鞋湿了那时候挺难受的。但是后来就想开了，就既来之则安之，因为就是两只脚全都湿透是不可避免的，只要有水坑就不可避免，除非你跑得短，要么就是雨特大水坑大你躲不过去，而且雨会浇在鞋上嘛，对吧？或者是就像这种地，你要跑个10几20公里，积少成多，鞋也会湿的。现在大多数的跑鞋湿透了，再跑个2、3公里，如果雨停了，像现在雨基本上停了，就是小雨，鞋就已经干了。我这从湿透到现在只有不到3公里。肯定不能说是完全干，就是没有积水了，没有积水不就行了吗？然后手表，如果像用智能手表有触摸的那种，就把屏幕锁打开，别让雨滴误触。我有一次就误触了，特别闹心。像脚上死拽的没事儿，比这再大的雨趟水我也跑过没事儿的。心率大就更没事了，都不用太担心，就是您回家以后把它擦干就行了。雨天跑多了呢，就会有一些小经验，比方说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清楚哪条路积水多，哪条路还行。不知道现在还这不这样？比方说东三环央视对面那个辅路，那都不能叫积水，那就跟河一样。这边倒还行，这边路面上排水做的还不错，因为毕竟是个多雨的沿海城市。雨天跑步或者比赛没有什么太多要注意的，就是像短裤尽量穿贴身的，穿半弹，穿压缩裤。今天我穿的就是普通的，就是没有一种东西是完美的。像这个裤子可以装东西，但是雨天或者出汗特多，它肯定是没有半弹舒服的，它会糊腿。然后身材稍微微胖的小伙伴呢，贴胸贴，否则这个背心湿了会磨胸的。但是你就3、5公里就什么都不用啊，不用太担心。袜子别穿太厚的，材质再好，袜子太厚的时候湿透了就是一落地吧唧吧唧的不舒服。之后就没有什么了，戴一个有前沿的帽子，就我这种帽子，这样的话你的脸完全会感觉不到下雨的存在，还是挺好的。尽量别戴眼镜，因为眼镜全是雨滴，看不清路。
戴隐形，我现在训练都是戴隐形。这样基本上就能训练。至于比赛呢，雨天比赛也能有成绩，但是肯定不会是您的极限最好成绩，因为肯定会有影响的。你的补给啊什么的都会受影响。雨天其实水分的损耗虽然说肯定因为气温变低了一些是要少一些，但是没有你想象的少那么多。但是你的体感会让你少喝水，并且呢，你的体感会让你觉得你的消化变慢了。你吃能量胶有时候都有负担，我以前也不理解，因为那时候真的还没有现在这么瘦或者这么追求就是绝对的成绩。今年的东京跟波士顿，尤其是波士顿下雨，特别有体会，就是感觉能量胶吃了以后不消化，但是只是感觉，然后你就着急呀，你想多吃到最后就特别不舒服。反而呢，水呢又少喝，到最后就波士顿就抽筋了嘛。波士顿抽筋其实和上下坡还有下雨关系不大的，就总说这个赛道起伏大，但是也就是无非就是累一些。它就是你失衡到了那个，就像人你往前倾到一定程度，你失去平衡了，你就肯定会摔。但是你在往前倾的过程中，你说你多1度2度，你并不会觉得身体有多大的，就大了很多的负担，对吧？就这么一个小比喻。所以雨天，如果您训练长距离，记得补水，并且呢喝的慢一点，吃东西呢也是慢一点，或者干脆就不吃。而且我的经验，只要您的鞋合适，雨天也不会增加磨泡的风险，我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只有鞋不合适的时候，你什么天都会磨。带手机怎么办呢？手机大家说是防水的，为什么我不愿意带呢？出汗多呀，而且麻烦沉。但是您如果必须带，您就弄个食品袋给它装起来，搁腰包里，搁裤子的兜里。至于雨天要不要跑步，这还是我那句话，就是看您是训练还是锻炼。您要说我就想要成绩，那就是要训练呀。也有小伙伴说想报比赛，但是去其他城市或者省份比，家里人不同意，肯定这个我觉得我们活的就是羁绊太多了。您要是有自己的经济能力，能够去第3个城市去比赛，那就想办法沟通和追随自己的内心嘛，对吧？沟通主要是你不能硬干，任何问题的发生都是常年的某一个状态所造成的，它不是凭空而来的。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家里人也担心。为什么想到这个呢？就是你看，你如果日复一日坚持的去训练，如果你看我像雨天我也出来训练，我努力去做功课，努力去工作，努力生活，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儿比赛，那家里人肯定会支持你的。所有质疑声音都会被你的努力打破。就是努力是实现我想要的最容易的办法，没有之一。因为你光说你想要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，然后还想要好多钱，对不对？我想要怎么吃都不长肉。那早上起来看那个小伙伴的评论有感，就是您已经想去这么参赛了，那说明您肯定就是属于训练了。那您试试，不妨听听我的建议。应该就是前面他们那几个人，他们在跑一个10到12公里的430的配速。
像这种天气这么跑，不会增加什么其他的风险，也没什么事儿。夏天你又不用担心冷，这还挺舒服的，气温低啊。而且就算不下雨，回家这衣服你也得换，也是一身汗。如果想已经开始训练的小伙伴，不妨试试。如果您从来没有在雨中跑步过，还是有挺不一样的感觉的。当然了，要注意安全。像那时候在北京跑公路的时候，雨天确实要非常注意安全，一定不要踩看不见底儿的水坑，一定不要。然后如果过马路的时候，你又要看右转的车，然后要过，这时候踩了一脚水，千万别先看脚底下，先过去，别慌。这我经历过很多次，因为你分散注意力，你肯定可能会踩到不期而遇的水坑里，一定别停下来，别慌。大部分人还是很友善的，也有诚心见水的。那电动车多的时候，比方说您看后边有辆电动车，您给他打个手势，然后您先慢一点，让他也匀速过去就行了，见水也就见水了，你也追不上他，是吧？至于少训一天多训一天有没有用，我觉得有用，至少在心理上有用。身体上咱们从科学上说没用，但是我觉得马拉松是一个科学加神学的事情。有一小伙伴说的特对，马拉松的训练，常年的训练和比赛就是吊着一口气，因为真的太难了，它不像100米、200米，甚至400米那种比赛，就算您是很专业的，可能你感觉不出太明显的衰退，因为你平常训练也没有那么多。跟他们打个招呼。哎呦 ，Nice run， go go， 哦。他们3个人，我就不追了，我今天慢跑。你们在河边独自坐着的老人骑车来的，所以别想太多，大家。夏天北京雨有时候也挺多的，加油干，注意安全就行。但是如果是雷雨啊，不要在空旷的地儿跑，像北京没事的，不是那种大的雷暴就行。北京其实很少有早上起来那种大的雷暴的，很少有。就算是打雷，偶尔打雷那种雷雨，您相信我，就我原来在北京跑那些路线都没问题，搬到郊区以后那些路线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，大家自己评估吧。没有什么事儿是绝对安全或者绝对不安全的，都是看你想要什么，对吧？行，我留点电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7月9号星期日清晨7点，训练结束啊。第一个训练日还是按照惯例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43，平均功率201，平均配速4分55，心率140，步频196。今天就是轻松跑，10快10慢。刚才在大满城看见了在训练的小伙伴，3个人在跑一个节奏跑吧，配速跑。然后给他们录了一段，回去发给他们。有了这个手柄，这样就舒服多了。然后再研究吧。体感还行，你看，跑到14、15公里，雨也就完全停了。然后地面的水，你们看，地面的水呢也还可以接受。就不能说所有的事情的结果都会是好的，但是大部分时候呢都不会太坏。就像下雨跑步这种，或者冬天很冷或者下雪跑步这种，
其实只要注意安全，在一定范围内叫做努力，超过这个范围，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就会变大吧。行吧，也祝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能够过上自己向往的那种训练生活。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这周的4个训练日，第4天是强度日，所以前3天会比较轻松。那行，那大家加油干，加油下训，咱明儿见。